奥运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你的心里会冒出什么名字呢？对美国人来说，尤其是体操迷来说，西蒙·拜尔斯这个名字肯定榜上有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西蒙·拜尔斯再战奥运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现年27岁的美国体操选手西蒙·拜尔斯，从2011年首次出赛以来，就不断的惊艳美国体操界。最近的巴黎奥运呢，他不但拿下了3金1银的好成绩，过去的功绩更是多到数不完。在各项国际赛事累积了超过30面金牌的他，也被媒体誉为是体操女王，史上最伟大的体操运动员。不过，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呢，拜尔斯其实经历过很多的煎熬，包含了童年流离失所，训练时甚至遭到队医呢以治疗的名义性侵。2021年东京奥运，他更因为心理状况不佳，在比赛发生失误之后宣布临时退赛，被美国的乡民延上。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纪录片《西蒙·拜尔斯再战奥运》呢，就以拜尔斯的第一视角带观众重新回顾他的传奇体操生涯。西蒙·拜尔斯是谁呢？他在体操界当中有多厉害？他如何在低潮之后翻转局势，成为美国体操界的传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不记得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喽，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西蒙·拜尔斯出生于1997年3月14日，在家中排行老三。他的亲生父母呢，因为药瘾的问题无法照顾小孩，所以西蒙呢在幼儿时期就被送到了寄养家庭，直到他的外公罗恩以及罗恩的第2任妻子内利收养了西蒙跟他的妹妹。那说到踏入体操界的契机是西蒙在6岁时跟着日托呢去参观体操中心，他因为在现场模仿体操员的动作而被教练发掘，开始体操训练。那其实就严格来说，6岁快7岁的年纪对于体操选手来说已经算起步的有点晚了。不过西蒙呢，还是靠着惊人的天赋和持续不断的练习，开始在美国体操界崭露头角。2011年14岁的西蒙在美国经典赛当中首次亮相，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第一次参赛呢，他就在跳马还有平衡木项目当中拿下了冠军，全能项目则获得了季军。2012年，他又在美国经典赛当中拿下了全能跟跳马冠军、自由体操亚军、平衡木季军的好成绩。同年他也首次的参赛美国体操全国锦标赛，并在青少年组当中拿下了跳马冠军、个人全能季军，出色的表现让他被提名加入美国青年国家队。而2013年，西蒙开始参与国际赛事，并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下了2金1银1铜的成绩，成为了史上第一位在世锦赛当中获得复数奖牌的非裔美国体操运动员。而接下来的2014年跟2015年呢，他也卫冕了世锦赛的多项金牌，连续3年都拿下了世锦赛的全能冠军。另外呢，从2013年到2016年，西蒙就一直是美国全国锦标赛的女子冠军。2016年呢，他首度代表美国征战里约奥运，就打破纪录，抱回了4金1铜，成就无人能及。甚至截至2019年呢，体操界已经有4个以西蒙·拜尔斯命名的体操动作。这个命名的原则呢，是首先创造出全新动作，并且成功做到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换句话说，西蒙除了技巧超强，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创意的运动员。而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西蒙，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现今美国体操界最重要的选手。不过，在光鲜亮丽的背后，他其实承担着很多的压力。首先呢，就是美国体操界长年以来饱受争议的极端训练方式。在纪录片当中，包含了西蒙在内的体操选手揭露了美国体操界长期近乎苛求，甚至有虐童嫌疑的训练风气。带起这股风潮的贝拉·卡罗伊以及妻子玛塔，原本呢是罗马尼亚国家队的教练。1981年，卡罗伊夫妇因为政治的因素叛逃到美国，随后创办了卡罗伊训练营，并培养出美国第一位获得奥运体操全能金牌的选手玛丽卢。
后来呢，卡罗伊训练营被美国体操协会指定为女子国家体操训练中心，用来培养精英体操选手。但过于严格的教练风格也让他们饱受争议。不少选手指控卡罗伊夫妇为了有效的控制学员，对他们 PUA， 一点点的小失误就会被当庭广众骂作是垃圾，对团队毫无用处。训练中心非常的封闭连家长都不能够来探班。另外呢，为了让选手的体态符合大众的审美，训练营也会严格的控制学员的饮食，让他们保持纤瘦，无视于很多的学员都还是发育当中的小孩。再来，为了尽可能的获得奖牌呢，卡罗伊夫妇会要求体操员即使带伤仍要完成比赛，否则就是不够敬业。最经典的例子呢，就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时，体操选手克里呢在脚踝受伤的情况之下，仍然听从教练指示完成跳马，为美国队赢得金牌。但他赛后呢，他痛得站不起来，需要靠别人搀扶才能够离开平台。那就跟其他选手一样，在严格又封闭的环境之下，西蒙多少也必须要压抑自己。再加上呢，他是有色人种，在当时的体操界是少数，这也让他觉得很孤单。而除了这些长期累积的压力西蒙与其他许多的队友更是遇到了美国运动史上最大的性侵丑闻。2016年，美国爆出了运动史上最严重的性侵丑闻。长期担任美国体操代表队的队医拉里被指控性骚扰性侵运动员，犯案期间长达了快20年，受害者多达500人，西蒙也是其中之一。根据被害者的描述，拉里会借由健康检查、复健、治疗等等的名义，用手指侵犯他们。但因为受害者大多是未成年的小孩，再加上拉里对外的形象总是很亲切，所以许多孩子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侵犯。而根据纪录片《体操 AG 丑闻》，西蒙的前队友马基呢，在2015年就曾经指控拉里有不当行为，但包含了卡罗伊夫妇、时任美国体操协会的总裁史蒂夫·潘尼呢，甚至是 FBI 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息事宁人。直到2016年9月，拉里的性侵恶行才被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记者给揭露。回想事发当时呢，西蒙表示自己刚完成里约奥运的里程碑，对于未来感到迷惘，甚至有点忧郁的倾向。而性侵丑闻的爆发更是让他陷入崩溃，因为童年的他呢，曾经以为那就是治疗的一部分。但是在丑闻被公开之后，他必须更积极的面对埋藏在内心的创伤。他决定暂时休息调整状态，整整1年都没有参与任何的赛事。2018年呢，西蒙拜尔斯复出，并在2018、2019的世界锦标赛当中都拿下了个人全能冠军。也就是说，除了2016年停办，2017年他休息没有参赛，西蒙已经累积拿过5届世界锦标赛的全能冠军。那也因此呢，美国体操界对他抱有极高的期待，大家好像觉得只要有他出赛，美国就不会输。关键不是会不会拿金牌，而是会有多少片金牌。但是随着疫情爆发以及过往这些种种经历，西蒙终究没有办法实现大家的期待。在东京奥运会上面，他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决定。2021年，西蒙代表美国队出战东京奥运，原本被视为夺金大热门，他却意外的在团体决赛的跳马项目当中出现失误。下场之后呢，西蒙宣布他将缺席接下来的赛事。这个决定立刻让全球的舆论沸腾。当时虽然有不少的运动员以及部分的媒体支持他的决定，但也有很多的美国乡民批评他半途而废，是个废物，不但拖累了团队，也给大家做了最坏的示范，无法坚持到底，他根本不配当个体操运动员。而面对批评声浪四起西蒙解释自己是因为心理因素所导致的空中失感而决定退出比赛。空中失感呢是一种常见于体操界的身心失衡症状，简单来说就是身体跟大脑之间的连结突然被断开，导致选手呢在空中失去方向感，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最严重的情况呢，选手可能会当场摔死。因此呢，空中失感发生的时候，如果执意继续比赛，对于选手来说会非常的危险。而在退赛之后呢，西蒙也难过的表示，空中失感发生的很突然，他在当下完全找不回自己的体操技巧。这次的低潮让他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体操生涯，但好险在身边亲友的陪伴以及积极寻求心理治疗之后，西蒙选择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纪录片当中，西蒙提到，自从东京奥运之后，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呢，总是无止境的追求完美。但是他同时认为如果就这样退休，未来一定会后悔，所以他还是会常常的回到练习场当中，过程当中呢，也慢慢的找回对于体操的热情。而在经历了整整2年没有参与任何比赛时间，2023年，西蒙拜尔斯在体操世锦赛强势复出，他不但再一次的拿下了包含了个人全能在内的4面金牌，还首次的表演了第5项以他命名的技巧拜尔斯跳马2式，惊艳了全场。2024年呢，西蒙在美国体操锦标赛当中又获得了所有项目的金牌，并成为史上首位在个人全能项目当中获得9次金牌的运动员，同时也获得参加2024巴黎奥运选拔赛的资格。而在选拔赛上面呢，西蒙顺利的以全能第1、自由体操第1、单杠第2、平衡木第4的成绩获选进入美国代表队，迎接他生涯的第3次奥运。真
经百战的西蒙呢，以自信的姿态强势回归五环的殿堂，他非常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就连赛评都赞叹其他人都是在努力比赛，但西蒙看起来更像是在表演。那虽然西蒙在平衡木决赛当中因为掉落失误没有进到前3名，但27岁的他还是在团体全能体操、个人全能体操以及跳马项目当中都拿下了金牌。另外，他在自由体操的决赛当中以0.033分之差败给了巴西好手丽贝卡。颁奖时呢，他跟获得铜牌的队友乔丹约好一起膜拜金牌的动作，也被外界盛赞呢，这就是真正的奥运精神。回顾职业生涯至今西蒙拜尔斯在奥运会上面已经累积了11面的奖牌，在世界的锦标赛当中呢，更累积了30面的奖牌，几乎可以说是史上最强。那完成了巴黎奥运之后，西蒙表示他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骄傲，至于未来他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只想要好好的享受在现在这个当下。另外呢，他也再次感谢父母，并感性的表示他能够拥有今天的成就，一切都要归功于父母当初收养了他。老实说呢，在看这部纪录片以前，我们团队对于西蒙拜尔斯并不是很了解，顶多是个在新闻上面看过这个名字，然后隐约听说他是个体操界的传奇人物。不过在看完纪录片之后，以及他本届奥运表现之后，我们对他只有满满的佩服。西蒙拜尔斯的出身并不算很幸运，在追求卓越的同时，也经历过很多不为人知的低潮。但是一路走来他却从来呢没有被打倒，总是会想办法重新振作。同时，我们也觉得他在东京奥运的决定更是需要勇气。假如他当时执意比赛，很可能会发生意外，但选择退赛直接面临的就是排山倒海的批评跟谩骂。不管是哪一个决定呢，路都很难走，而他可以走到今天的结局，真的非常不简单。那说到这里我们也反省到，在各种国际赛事场合，可能因为涉嫌到国家荣誉，大家通常会期待运动员的心理要非常强大，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不该被击垮，不然好像就不够坚强，不能够作为大家的表率。但事实上，运动员最辛苦、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通常都看不到。如果外人只用一时的表现来批评，那真的是非常不合理。而西蒙呢，也以自己的经验督促的呼吁外界，应该要更重视运动员的心理健康。那么觉得，在我们越来越重视运动员待遇的今天，这或许也是大家未来可以一起努力的部分。好的，今天呢，因为篇幅的关系西蒙拜尔斯的职业生涯还有很多的细节被我们省略掉了。如果你对他的故事有兴趣，我们很推荐你去看看西蒙拜尔斯再战奥运这部纪录片。另外，在 Netflix 上面呢，还有一部体操 A 级丑闻，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美国体操队的性侵丑闻以及卡罗伊训练营的争议。想要深入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参考。那么今天的最后也想问问大家，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你有看到西蒙拜尔斯的比赛吗？有，他的体操技巧真的神乎其技，超级厉害。B 没有看到，赶快去找来看看。C 我好像对体操没有什么兴趣。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西蒙拜尔斯。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林玉婷的性别争议以及电竞奥运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